大家好，我是阿光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家常豆腐这么好吃呢？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这样炒出来的豆腐鲜香滑嫩，比麻婆豆腐还要好吃。首先准备2到3块这样的嫩豆腐，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长条，接下来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方块。做家常豆腐一定要挑选这种嫩豆腐，因为嫩豆腐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好一些。把所有的豆腐切成视频中这样的大小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接着准备一个大碗，往碗中加入70度左右的温水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搅拌化开。接着把我们切好的豆腐全部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，把所有的豆腐全部浸泡在温水里面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，然后用勺子稍微的搅拌一下，使所有的食盐和豆腐完全的融合在一起，放在一旁浸泡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把白玉菇，我们把白玉菇大约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长段，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把白玉菇放在准备好的大碗中。白玉菇看着非常的干净，其实白玉菇表面非常的脏，我们要加入食盐，然后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来清洗一下。因为白玉菇在生长的时候，表面难免有一些虫卵或者是细菌，食盐有消毒杀菌的作用。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把白玉菇拧干水分，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做家常豆腐，有条件的我们一定要准备一些瘦肉，我们把瘦肉剁成小丁，这里我们千万不要剁太小，稍微有一点颗粒感更好。全部剁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。大蒜我们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，全部剁好，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做家常豆腐也离不开老姜，我们把老姜先切成姜丝，然后再切成稍微细一点的姜末。老姜有增加食欲的作用，全部切好和蒜子放在一起。在我们湖南一带，对小米椒情有独钟，做豆腐我们也要加一些小米椒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加的开胃。把小米椒切成小圈，全部切好，放在姜蒜一起。如果吃不了太辣的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。然后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香葱，首先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全部切好以后放在小米椒一起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然后加入小半勺的红烧酱油上色，接着再加入1大勺的食盐调味，然后我们再加入小半勺的鸡精，接着再加入少量的白糖增和一下口味，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最后加入小半碗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融合在一起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一下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这样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就不会手忙脚乱。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油温烧至2成，我们就把剁好的肉末放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肉末表面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，炒至微微的变色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加入1大勺的红油豆瓣酱，再次翻炒均匀，充分的把豆瓣酱炒出香味，炒出红油。把切好的葱姜蒜小米椒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葱姜蒜炒出香味，把小米椒炒出辣味。这里我们一定要开小火慢慢的煸炒，炒制的时间也不需要太长，
大约翻炒10秒左右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往锅中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然后把浸泡好的豆腐也捞出来，放在锅中，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使豆腐受热更均匀。接下来把清洗干净的白玉菇也倒在锅中，然后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下去，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所有的食材分布均匀，把所有的调味料搅拌至化开。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，豆腐我们一定要稍微的焖煮一会儿。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做的豆腐不入味，他们就是省略了这一个步骤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靠上锅盖，大约焖煮2到3分钟左右，使豆腐充分的入味。这也是为什么饭店里面的豆腐这么入味的一个重要原因。焖煮豆腐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能开大火，要用小火慢慢的焖煮，这样我们的豆腐才不会碎。像视频中这样焖煮2到3分钟左右，现在的豆腐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现在锅中的汤汁也越来越少了，接着我们少量多次的加入水淀粉，我们最好是分2到3次加入，每加入一次用勺子稍微的推动一下，这样可以使水淀粉受热更均匀。这里我们千万不能一股脑的全倒下去了，像视频中这样慢慢的倒入，充分的翻拌均匀，使豆腐的表面都能够裹上薄薄的芡汁。在出锅之前，我们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，增加香味，再次翻拌一下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家常豆腐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这样做出来的家常豆腐，不管是用来下饭还是下酒，都非常的不错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。稍微总结一下，豆腐一定要放在70度的温水里面浸泡10分钟左右，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。只要记住这一点，你也可以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家常豆腐。豆腐里面添加了白玉菇和肉末，吃起来都有肉的香味和白玉菇的鲜味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